嗨，我是凯哥，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。我们学懂股票获利3种方式后，那今天跟伙伴聊聊定期定额最主要的获利方式，也就是配股配息。这支影片还包含了什么是殖利率，怎么计算，除完全息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。影片最后还有一些凯哥推荐的适合定期定额领股息的标的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先来聊聊配股配息。当公司营运有赚钱、产生盈余后，透过股东会决定要分发多少给股东。那通常会有2种方式，一种叫现金股利，也就是配息；另一种叫股票股利，也就是配股。配股的计算，比方说当 A 公司发布说要配息2元，也就是说每一股能配到2元，那一张股票是1000股，每一股配2元，一张股票就会领到2000元的现金股息。除息的计算，比方说一档股票是100元，那买进价格就是100元乘以1000股等于10万元。如果配2元给你，那除息日股价就会是98元，然后你能领到2000元的现金。到这边为止，10万一张的股票总额还是10万，只是变成了9万8的股票价值跟2000元的现金回到你的手上。那现金殖利率是怎么算呢？就是利息除以股价，那就是殖利率了。按照上面的计算，10万元的股票配发2元现金股利，2000元，现金殖利率就是2%。再来，我们聊聊配股的计算。配股跟配息的计算方式就不太一样了。首先，我们得先知道股票最初始的面额是10元。这个年轻人可能比较不知道，因为现在买股票都没有看到实体股票了。可是，在早些年应该还有看过说实体股票，那时候一张就是10块钱。虽然目前来讲有少部分公司有去变更面额，不过毕竟是少数，我们这边就先不谈。所以，当公司宣布配2元股票股利的时候，就会是股票股利除以面额乘以股数。也就是说，如果配股2元，那一张股票能拿到200股的新股，听起来很开心吧？不过其实现在会配股的公司也比较少了，原因有很多，比方说会造成股价波动太大，又或者是股本会变大等等的因素，所以现在大都比较倾向于直接配息，比较少配股。除权的计算，除息前的收盘价除以1加配股率。如果是用刚刚的案子来算的话，100块的股票除以1加 0.2 等于 83.33， 也就是说除权后本来一张100元的股票会变成股价 83.3 的1200股，一样总额不变，只是股数变多，然后股价会下降。这样子算可能有点难算，所以凯哥在下面的资讯栏有连结，可以直接计算配股配息后的股价变化，有需要的伙伴可以直接点哦。那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配股对股价的影响会比较大，这也是刚刚说为何现在比较少公司采用配股的方式了。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到底是配息比较好还是配股比较好呢？其实这边没有绝对的好跟坏啦。配息的模式是说我们把公司的现金分配出来，配股则是把公司的股本变大。配息直接分配盈余，公司的现金会变少，可是相对的每股盈余也就是 EPS 也就不容易下降。配股则是把股本变大，然后保留现金，相对的要维持本来的 EPS 就需要公司更大的成长，这些其实都会反映在股价的。所以定期定额的伙伴们在挑选标的时，配息配股的殖利率就是会是很大的观察重点。这一样是跟投资规划运用息息相关的。比方说买了一只常年没有在配息的股票，然后跟我说这个是要定期定额长期投资，这个行为本身就很矛盾。这个部分在之前股票跟投资的概念有提过，那我们伙伴大概可以再去看一下。最后凯哥会建议稳定的配息的标的，除了目前大家都在提的比较夯的 ETF， 比方说0050、0056、00878这些东西之外，其实金融类股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，一样有波动小、殖利率稳定的优势。像早些年还有很多人选择像中钢这一类的股票来当做存股类，其实重点不外乎是稳定配息配股，殖利率远高于定存。这一类的股票其实我们都是认定是比较适合定期定额的，别盲目看大家都说 ETF， 那我们就只把眼光看窄了。这一点其实
凯哥也比较就是一个小建议，这样子可以多看几只适合自己的股票。然后现在其实也有很多地方，像一些看盘软体，都可以直接查到个股历年的股利，然后方便我们计算殖利率。下方我一样放了比较常见的期末股市，也可以自行做使用哦。不知道凯哥这样子解说有没有帮助到伙伴们呢？如果有的话，请帮我在下方留言。如果有其他的问题，也欢迎都可以留言哦。也请伙伴们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让凯哥有动力继续制作更多的影片哦。那我们下期见。